Hello，欢迎回到99的频道。那今天我是有幸请到了沙巴的代表，他是有参加沙巴第二家园会议的代表。那很多具体的情况呢，就细则呢，我都是问他的。那我们就称他为沙巴代表。如果你有想移居马来西亚，沙巴呢是不二之选，这边就是有最美的山、最好的海、最漂亮的潜水区。那如果你想要移居沙巴，这支视频呢，你一定要看下去，而且一定要看完。在这里面呢，会讲到最近第二家园的这会议里面的比较内幕的一些消息，所以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看完这个视频。所以现在就是说2层、3层以上的都可以叫 high rise， 他是这样子解释，但我相信应该是不是很准确啦。所以我在回的时候是我的根据当时候的那个回答是这样。但是确实他们还是要经过在细节的对。所以买房的话一定是新楼盘，然后带地的不 qualify， 然后也是要马币60万以上的，就跟你要跟开发商直接买过来的房，新房才可以算。那他说是5年后可以卖啊，那5年后如果可以卖的话，那比如说我卖了80万，我是要可以再买一个更低的，就比如说60万的这种，是可以的哈。是像西马那边好像说你必须要再买更高，你当时卖的这个房子更高的价值嘛。对，那就是说沙巴的这个就比较 flexible，你就买一个更小的。但是这个房子是不是一定要自住？我们是听到的消息是要自住。但是有一些条件，他这边是有写说欢迎 investor 来申请 MM2H 嘛。所以 investor 的话当然是投资房产啊，投资生意啊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他是可以买房子来投资啦。当然我们会建议他还是要自住比较好啦。对，就万一哪天政策变的话呢，就没有那么手忙脚乱。那比如说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出租，然后我自己呢再买一个，或者是我租一个比较便宜的，或者我租到郊区去，因为现在他只给买 high rise 嘛，但是很多人他喜欢比较郊区的地方，就跟森林更接近的。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的话还是要等政府那边出一个比较细节的这个准则出来才知道了。我们是有提交这个问题上去啦。OK，对，因为high rise 的话都很集中，都是在雅比。基本上在其他的城市的话非常少有这种 high rise 的。所以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来雅比这边考察一下，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郊区住这样子。对，当然我们那一天我们的部长也是有讲说，因为他们非常的欢迎外国人进来嘛，所以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向移民局那边去提问 case by case， 他们会去斟酌了。OK， 那太好了。沙巴第二家园它一定是要跟房产绑着就对了。就是说它不能卖了然后就没有房产了。就是你的第二家园的签证，在你维持这个第二家园签证的同时，你必须手上是有一套沙巴的房产的。对，而且是公寓。对，而且是新的公寓。那现在就是说还有就是50岁以上的人是不是一定要买房？我们收到最新的那个消息是要买房的。是要买房的，但是根本不够买啊，因为现在的话high rise 可能也就3000多套而已。对，那也就是说最多也就3000多个，而且不是说每个人能负担得起嘛，有一些公寓都300多万，像 Coral Bay 那边。也就是说如果只是用买房来限制这个人数的话，最多也就3000人左右。是，所以当时候部长就开玩笑，就请那个发展商说你们要赶快起楼哦。这样子吗？是开玩笑了。但是当然他们应该是会再细部的去讨论这个事情。对，因为现在真的是不多，尤其是现房啊，你在市面上根本很难找到说是60万刚刚好发展商起来了。因为一般来讲像什么 JTT 啊，然后 JR Jettleton Residence 已经没有60万的房子了，现在我们再去看的话都是130万起，就真正建好的这些。如果二手房的话呢，我们看到是有60万的，但是又不 qualify， 所以其实是一个还是有一些空房会掉在那边。对，就是如果他能把二手房也加进来的话，我觉得整个房地产市场就盘活了。这样的话外籍人过来买房，他的信心也会比较大。对，因为现在我不知道的数据啊，有多少二手房在市面上是 high rise 的。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是能够给二手房的买卖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啦。
因为我是那一天的感觉就是他们一直说是有3000嘛，3000套的房子嘛，然后他们就有问说那个 projection 进来的人有多少，申请 MM2H 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们的这个房产协会有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么多的申请进来的？肯定符合不了的。对，但是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会申请 MM2H 的人有多少。对，所以可能他们没有抱持着非常 positive 的 not to be too optimistic，所以应该暂时来讲是可以啦，是足够的，只是说还是要买新房。对，但是当那个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他觉得新房已经是没有办法足够去 supply 给这些外国人的话，可能他们就会考虑了。因为很多人都想说我就是买刚刚好60万的，我不要买多，因为这个就是只是用来申请身份嘛。对对。所以现在市面上刚刚好60万的房子，我看了一下，很少很少，少到你真的你会觉得说那我怎么买？就是期房可能还稍微有一些，但是现房你60万的，又从发展商手里的，我看几乎没有预售屋也可以哦，预售屋也可以，预售屋是可以的。OK，就是说现在只要是开盘了，然后有60万左右的都可以，那还好，但是数字也很少，非常少，限量。有很多人有问题啊，就是大概如果你能解释的就解释一下，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等他们继续出消息啊。因为现在的话呢，有第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100万美金好了，其实这个钱足够在沙巴完全退休了，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收入。他这样子的情况下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比如说我是现在就要投一些在股票里面，然后有一些收益吗？还是直接投债券？就是比如说股票债券还有哪一些，就是他会怎么样去 evaluate，还是 case by case？ 那时候我们的部长是说，他们不管怎样的收入来源 source of income 是怎样，他们都欢迎，然后他们会去做审核，是 case by case basis。那太好。然后还有如果是投资的话，我们之前也是遇过客人他有保险，但是保险里面是有投资的一些钱有存款的嘛，那个是政府他不接收的。保险里面的收入是不接受的。OK， 移民局的官员就会直接说，你把那钱取出来咯。但是保险保单就没了。对呀，所以他们很奇怪所以还是 case by case 啦。看如果比如说存款够高的话，足够他在这边后半辈子的生活的话，也应该是会考虑的吧。会考虑，但是要看那个数额有多高啦。我相信啦。但是最好就是能够每个月都有的收入是最好的。如果他的收益是能够分别每一个月进，这样当然那个是没有问题嘛。一定要有一个证明啦。就说这个确实是从这个投资里面是取得的钱咯。它其实是这样子，所有的proof of income， 它一定是要在自己的国家。所以你在沙巴这边所有的收入是不能被用来申请 MM2H 的，因为他要你从你的国内在本国，他知道你在本国是有收入的，那才可以。那就还是比较适合那种退休人士，有一个固定的退休金，那是最好的，那个是最直接的。但是比如说医疗保险的话，不是到了某一个年龄段就不可以再买医疗保险了吗？有一些公司是65岁以上，应该大部分都是65岁以上的吧。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发布会没有讲到那么的细。之前的话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让这个客户去买保险的话，他们必须要出一封信去证明说他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买保险。OK， 移民局那边他是会要求我们有3封信啦。有3封证明，所以还是可以过来的。还是可以过来的。只不过就是说，保险公司不保的话呢，要出封信。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最好他在他自己的国家是有买保险的，然后能够保他在这边所有国际的医疗费用。对，如果是有的话是最好了。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已经有疾病了，然后呢他也诊断出来了，比如说心脏病，曾经做过那个搭桥啊，或者是做过通波仔。那他能够过来申请到 MM2H 吗？因为我看到有个体检，
我们还不知道他体检的项目是有什么，但是以前的话他们就是一个表格，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体检，如果是说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体检就可以了的话，那就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他已经是有疾病的话，他必须要有保险了。他一定要有保险保障他在这边，如果是有事情的时候，是有保险会去保障他这个医疗的费用了。所以就是说要来的话还是得趁早，就是因为65岁之前就不能买保险嘛，那而且生病之前也是要趁着健康的时候来沙巴，然后只要在这边买到保险的话，它就一直可以延续。就比如说65岁之前买的保险，它到了70岁、80岁、90岁还是可以继续付钱。对，就只要你还保费就不要断保，对，就一直，因为那个保费太便宜了。一年的话，好像50多岁的话才2000马币左右。2000多是一个人嘛？对，就很便宜啊。对于我们还有一些是家庭的。有家庭的。OK， 那到时候再去跟那个保险经纪做个 interview。那现在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群里面有问哈，他2年后最多可提取40%的定存嘛？但是如果比如说你买了现房，你是肯定全部钱都已经付清了。那就是说鼓励大家去买期房的意思吗？还是期房是什么意思？期房就是说还没建好的，就是预售房。对，它其实这个的话，不知道现在他们出来的那个政策到底是说这个40%是用来reimburse 之前买的房，还是未来他们要买新房的时候去用的钱。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还在跟我明白了，沙巴政府那边对，就是比如说去厘清这个事情。我买的房我要逐趴还嘛，就比如说它地基打好了，好像是要付多少这样子，20-30%。然后盖到哪里付到哪里，这都是马来西亚 standard 的。然后到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离现在3年以后才盖好，那就是因为2年后就可以提40%，那就可以用里面的钱去还他的这个第一套房的钱。对，但是这个还是需要沙巴政府去厘清嘛，或者是他以后2年后他想要买另外的一套房。所以他要把钱取出来去买房，所以这个要等他们理清了之后再跟大家正式的去交代一下。对，那还可以买车买房，然后医疗还有教育。那签证他是说5+5啊，就是5年之后他续签的时候有什么一个就是一定要全部都符合当时的条件吗？在第5年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做一个 security check，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这边犯罪，然后有没有符合那个30天的这个要求。如果他每一年都有符合的话，那基本上是已经没有问题了的。然后当然他的存款他们会要他 update 一个存款的那个证明，因为他在这边会有存款嘛。对，需要一些 update 咯，然后有一些资料的更新这样子咯。那就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个5+5之后再加5再加5再加5能够续到多少？如果是现在的政府，他一定是希望我们可以延续的。对，但是如果是换了未来的政府，未来的政府不能保证。对，我们没有办法说的太满嘛。因为政府现在我们沙巴政府呢是很希望这个沙巴的第二家园能够延续嘛，所以当然如果是他们5+5了过后，如果要再更新的话，当然是非常的欢迎了。那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当时申请的这些条例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续签到，暂时来讲就是对 another 10 years 无限期，就是每10年续一次这样子。对，然后他续签的时候的 guideline按照你当时申请的时候的 guideline 来看，是未来我觉得它肯定会越来越严格。那就说早点申请，早点就安心。当然了，因为现在其实我是觉得算是蛮宽松的，对，很宽松算宽松。虽然是房子上面是会带来一些困扰啦，对，希望过来这边，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些贡献嘛。对，我们这边房产滞留这么久，其实我觉得60万以上的才会有滞留，60万以下的我看很少有滞留。是咯，因为我们也有本地的人需要购物嘛那种，所以他们也要保障我们沙巴人、马来西亚人的这个权益嘛。对，其实我看到现在剩下来的基本上都是60万以上的房产，就是我去每一个楼盘看的时候，50万以下的是
一下子就没了，poof就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房产的那个定位大概是到哪里嘛。对。那还有就是申请人每年累计30天，也就是说不需要是一次过待30天，是主申请人而已。对，主申请人。那比如说爸爸妈妈那些都不用管他来不来沙巴对。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会过来，因为他们进来一定会有记录嘛。所以但是他们去审核的时候是主要看那个主申请人有没有过来这边满足这个条件的。对。那以前的话好像没有那么严格，就是说他也没有怎么去 check。对，因为有疫情在嘛，所以大家也不好就完全要求人家原本国家不给你出境的话，你怎么过来？对，像以前的第二家园是没有限制来这边是要居住多少天的，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没有要求的，现在有。但是因为现在他们就是发现很多人在这边申请，然后就去西马嘛。对，所以现在他们就说不行，你如果是在这边申请的话，你就必须要满足这里居住的这个条件哦。因为我本身观众里面就有就是在沙巴申请成功之后跑去西马上学了。就孩子跑去西马上学，为西马做贡献去了。对。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能不能申请沙巴的签证，然后呢去西马读书上学。但是就是沙巴的旅游部跟移民部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的态度就是说他们因为了应该是说避免有这样子的情况继续延续下去，就是在沙巴因为沙巴的条例比西马宽松太多了嘛。对，所以当然是希望说来这边申请的是真正对沙巴有兴趣的人哦。如果真的是对西马那边有兴趣的，那我们就请他到西马那边去申请会比较好。因为呢，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客户呢，他就是韩国人，他的父母是申请沙巴的，但是因为他的小孩要到西马读书，所以他在西马在申请这个入学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些移民的这种问题，刁难。对，所以他就必须倒回来沙巴这边取消了他的二家，就是小孩的二家，因为他是 dependent 嘛，所以他取消了这边的二家身份，然后去到那边再申请学生签。对，所以会在移民政策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你真的对沙巴有兴趣，那我们就在沙巴申请。如果对西马有兴趣的话，那还是去西马申请比较好啦。下一个就是到了上学的问题了，因为西马呢二家好像是不给进华小，也就是说马来西亚最好的教育资源都没有给二家的人在西马那边，但是呢好像在沙巴这边是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二家也可以进华小，二家也可以进读中，没有任何的阻拦。没有，是这样子的哈。是。对，因为我们群里面有人在说西马那边你办了二家反而不能去上华小，不能上读中，但是如果你只是办学生签的话好像还可以，就很奇怪。OK。对，那像沙巴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教育部跟西马是完全就是比较 detached， 不是说受那边管的呢？我们这边的 JPM 就是 federal 的 under federal 的，就是中央政府的，所以他们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只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也没有那么的竞争。现在呢，我们去问教育部的时候呢，在沙巴这边呢是暂时是没有限制，就是说外籍人士是不能申请这个就是入学。然后二家或者是学生签呢，他们都暂时是没有那么的严谨的。对，然后加上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在很多这种可能在郊外的学校，比较郊外一点的学校呢，他们可能师资可能不够啊，或者是外籍人士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市区嘛，所以可能郊外的学校呢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照顾这一班就是外籍人士的孩子嘛，所以大部分的外籍人士的孩子都是选择在雅比附近的嘛，所以就变成了学校里面就会很多的学生人数会剧增，会太多，所以就是名额的问题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应该是名额的问题。只要华小能给得出名额就能。对，所以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就是私立学校，只能选择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我去看过了，也没有名额，对，就很少。对，所以就是要请有愿意
contribute 的人，就是来这边建一间私立学校这样子。对对对，其实已经开始有了啦，但是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嘛。对，有很多人在问小学，然后我就说小学的话我真的帮不上，因为像 KIS 也满，然后私立学校也满，然后真的是选择不多，华小有很多间，但是它的位置也都不太够给本地人，对，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政府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了。他们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既然欢迎外国人来申请第二家园，那他把他的孩子带来这里，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 accommodate 这一批学生嘛。其实我觉得幼儿园、中学、大学都好解决，最难的是小学，然后就看看政府有没有就是能够发牌照，或者是邀请多一点老师，国外的老师，给他们发工作证。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老师来了，学生才会来哦。对，是真的。那下一个呢，就是保证金，其实很少了，就是一次性200到2000马币不等，是一个人吗？一个人。就是说只是放在那边，然后不要动。对 ，OK， 是可以取的。取消了之后就能取。那担保人一定要是沙巴的居民，这个是你们能帮忙找。如果是申请者呢，他是透过代理公司的话，那通常都是由代理公司做担保的。OK，所以肯定是沙巴人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万一这个人出了什么事，有什么这个不良的作风的话，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协会里面呢是有律师嘛，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说我们所谓的代理担保人呢，就是说在他申请2家的期间是没有诈骗的成分啊，或者是没有犯罪的成分啊，我们是要担保这一个人。对，但是后续如果他在这里犯法要被遣返啊什么的话呢，那个是个人的问题啦。OK， 对，就是要 make sure 来的时候是 OK 的。对，那之后发生什么事的话，我们就交给法律。对。那还有就是办理的费用哈，3000马币而已，是一个人吗？先申请一个申请，所以这个3000马币呢，我们的部长也是说了，这3000马币呢不是给政府用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部门是不是拿这个钱来用的，他是放在一个发展的基金，政府的发展基金那边。太好了，以后那个 Cambodia 就有希望了。我们的范婆罗公路就有希望了。很多公共设施是需要的嘛，所以这个是一次性，所以这个的话呢，它是交给政府的。对，是放去他们我们的 Sabah Trust Fund 里面的。OK， 那代理费的话就是以后再定。对，不会超过西马那边的费用哈。不会，会便宜很多。这个的话应该是会便宜了，会比西马那边要便宜。对，然后需要再讲的就是说这个办理的手续费呢，3000块一次提交嘛。所以如果在提交上去过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就是退回来的话，钱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就是你交了就交了，就是给婆罗洲做贡献了。对，那很便宜啊！我们那个有观众说，那个泰国的精英签一次过是好像100万人民币，交了就交了，也是拿不回来的。对啊，就给泰王去吃喝玩乐啊。我们至少这边还有在盖公路。签证费是什么？签证费是 visa fee， 人家是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费也是需要缴的。OK， 所以这2个费用呢，应该还有保证金，这3个是交到移民局那边去的。OK， 这个不是中介的费用，包括了办理手续费也是交给政府的，然后中介有中介自己的费用。对。OK， 明白了。那这样子就比较清晰了。那如果是定存的存款，比如说他要先在这边办完第2家园，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准证。就等于说是准证之后才能去开银行账户，这是你们都能帮忙的哈。对，就是他的审核结束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批准，就是 conditional pass， 就是有条件性的这个准证。他拿到了之后呢，在6个月以内必须要完成一些条件比如说要买房啊，做体检啊，保险啊，那种全部要在6个月以内完成。然后呢，才最终呢就会拿到一个签证了。第2家园的签证。那他这6个月有没有一个 temporary pass， 就是让他可以长期6个月留在这边呢？
这个没有得到准信，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很花时间的。比如说我要去看房好了，我不可能就是今天看，然后明天就买的嘛，我肯定要看很多套啊，很多就是楼盘我都想要去看一下，再最终做决定嘛。那还有就是医疗保险啊、检查报告啊，这些都不是说一天就能完成的。是。所以就算它有30天，我觉得都不能完成。对，就如果他们能够给已经申请了，然后钱都已经交给你了，如果能给一个 temporary pass， 比如说6个月的，那是最完美的。但就不知道沙巴政府会不会批准。这个的话，因为那一天发布会的时候，那个移民局的人是没有过来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很详细的去询问。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等那个细则出来之后，看他们有没有把这个部分放进去了。对，最好是有啦，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完成这么多事情哦。是，而且还得开银行账户，都要本人到嘛。是，都不是说是一次过就能完成了，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去开那个银行账户什么的，其实都蛮麻烦的。这边的效率啊，就是慢生活，你不要太期待这边有任何就给你快节奏，你就是我就说了一切随缘。对。那在无犯罪证明的这一个是国内的话要去哪里申请呢？就比如说在中国公安局，去公安局我不知道现在。之前的话他们是去公安局先申请一个无犯罪记录，然后呢要拿去公证。那他是从18岁到现在，还是要从出生到现在的无犯罪记录？18岁到现在。OK， 对。那而且是要在申请完钱之后才去做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要求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在申请前就要去准备的。申请前就要准备的。对。所以最好就现在就去准备。他如果是有一个期限的话呢，就是当他我会建议就是把所有的文件都准备好了之后，最后再去申请这个无犯罪记录，因为它是有时间的限制嘛，可能3个月就不能用，对，可能6个月就不能用了嘛。对，所以就是说按照顺序，按照这张表的顺序，就主申请人、副申请人、每月收入，然后犯罪记录。那像比如说主申请人好了，那他这个收入是银行的流水。准备3个月，对，就够了。对，但是我建议是3到4个月，或者4个月到5个月都比较安全，越多越好。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审核的时间有多长，虽然是说6个星期到8个星期嘛，但是如果是中间他们可能申请太多，或者是什么，他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可能他们说你还能不能够提最新的1个月，又要去办过，那就很麻烦。对，那每一个人的出生证明全部都要双认证，对吗？双认证，全部双认证。应该是说出生证明的话，公证就可以了。公证就可以了。就像以前的话要双认证嘛，要外交部证明之后要在马来西亚的中国领事馆再去做一次认证，现在还是这样子吗？这个是无犯罪记录才需要的。只是无犯罪记录才需要这个双认证。那公证的话就是直接那一本白色的公证书就可以了。对，然后跟翻译在一起的。那像美国的话，如果美国国籍的话，就是那一张出生纸。然后再加上无犯罪记录。那美国在哪里去弄？这也是要去。这个我之前美国的好像也是去警察局的。也是去警察局。我忘记是国安局还是警察局，好像网上就可以申请，我到时候找一下。新加坡也是在网上就可以申请。对，但是他们好像要去警察局那边做 thumbprint。所以我相信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是需要的。我之前也有做过，但是我忘记在哪，我到时候再找资讯，可能现在有变了。所以现在是不用看定期存款。之前是需要嘛，像以前的话50岁以下是要50万马币的存款。哇，那个我记得了，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在沙巴办完然后去西马那个，他说要在中国提交100万人民币的存款证明。对，就中国有这么多钱，然后在马来西亚也要有一个存款证明。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暂时是没有这样的要求。对，那就是只是买房，而且买房还可以买这种预售房，就是慢慢缴的。就比如说2028年才完工的那种的话，你就4年时间慢慢缴，就再怎么样都可以缴完了。那还有就是说外汇过来，很多国家它其实出来的时候是有限制的。是，那这个限制怎么样去解决呢？这个的话可能是要请 Jenny 这边解释一下。它每一年只有5万美金等值的各个币种，但是如果60万的话，那也就是差不多15万以下。
要分3年，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去买预售房的意思吗？是的，有可能。除非是他可以在香港开户咯。哦，在香港开户因为香港开户的话，他进出是没有限制嘛。所以他除非是在香港开户了。那现在这个政策是定死了吗？还是还有就是空间？因为它的政策很新，然后我们新政府也是第一次去就是推行这个沙巴第2家园嘛，所以还是比较 flexible。然后呢，还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细节的部分，政府还是需要去经过商言，然后再定下来。我们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就是询问，然后呢，我们再向政府去建议，会去提议这样子了，然后到最后才会出一个比较正式的。然后当然大方向是没有变，像他已经发布的这些政策里面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当然在大方向里面的一些细节会有一些个案情况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跟政府去讨论，去探讨一下，然后再去斟酌看要怎么去处理了。对，其实我觉得大方向就一个啦，就是要好的人才，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才，然后身体稍微健康一点的人才过来沙巴，就是这么简单。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的问题哈，因为现在是说个人是1万马币，那15000马币家庭的话，那可以说是比如说夫妻一个7000一个8000加起来15000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个人是超过15000这样子？我们那天的发布会上面说的呢，是主申请人他的收入一定要15000以上，对，他不能够是 combine 的，不能 combine 的呀，不能 combine 呀，所以就是主申请人的收入了。主申请人，所以他家庭的意思不是加起来，而是主申请人一定要超过15000。对，这个是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了。所以这个3000是一个家庭的手续费，是，所以最好是全部人同一时间一起申请，就不用因为你再去加人进来的话就是3000。对，就一次的提交的申请就是3000。OK， 对，如果是说我父母先不申请，那可能2年后再申请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拿着3000了。但是他还是按照这个规则来，他不会是按照以后的规则。不会，因为主申请人你是根据这个条件嘛，所以add on 的话，他当然也是跟这个条件。所以就是说要办的就赶紧办了，因为现在刚刚出来的话，肯定是最宽松的。还有现在是已经能够收 application 了吗？现在我们沙巴这边因为还需要去 register， 跟沙巴政府 register。成为这个叫做代表 representative， 沙巴 state 的 representative， 所以我们需要去申请，拿到了政府的授权书之后，然后才可以办理。OK， 所以我们所有的 agency， 对，我们所有 agency 都需要啦。对，然后未来我们沙巴的也不会叫 agent， 叫做 representative， 我们就叫 representative。就是西马的中介是不能办理沙巴的。对，因为他必须要透过沙巴发的这个授权书才可以做。那沙巴政府应该也不会发很多张吧？这个不清楚。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办理过的，就是续签一直续签第2家园，续签到最老的那个年龄是多少？因为我在参与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是6-7年前嘛，所以基本上很多是还没是有更新的，是有续签的，但是最老的。因为他们10年嘛，所以现在的话应该是要第2次的续签，所以是还没有到一直续签的那个情况，所以我处理过的就是第2次续签的，就是20年了，等于说 total 10年，他要再更新 another 10 years。OK， 所以就等于说他整个签证可以 last 到20年，可以的。他只要就是说他符合条件，像旧的政策里面呢，旧的政策它是第2次更新的时候，续签的时候，它还是需要看收入的。对，所以如果它符合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咯，因为它定期已经是不能动的嘛。然后保险，如果他能够买得到保险继续保的话，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咯。但是现在新的政策我们还没有经过，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给预测。对，但是就是你处理过的续签过的人
年龄最老的是续签的话，最老续签最老是70多岁吧，70多岁，70多岁，但是他是准备要续签，准备要续签，还没有续签，但是对，70多岁的，不是90多岁吗？90多岁那个是还没有到10年。哦，90多岁那个是没有到10年，还没有到10年。对，他是将要到10年，将要到10年，但是还没有续签。OK， 对，所以他们其实都不太符合当时的那个规定了哈。对，当时候呢，这个新加坡的老奶奶呢，因为已经年纪很大了嘛，然后是刚好她先生去世，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新加坡没有人照顾，所以她的沙巴的弟弟呢就想说把她接回来这边照顾比较方便嘛，所以当时候她的收入证明呢是不符合的，还差一些啦。然后还是给他来了。然后后来经过就是我们去 appeal， 就以他的流水，因为他还有资产嘛，所以我们还是有稍微看他的资产，然后就批准他的申请这样子了。所以就是说还是有余地去 negotiate，对，就 case by case， 对，如果收入不够的话，存款来凑。对，然后还有一个 case 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太太，她是2个女儿，然后他们3个人呢就一起买了 Jesselton Residence，一次性的就买断了，但是就是妈妈带2个女儿，大的女儿呢跟我那时候差不多的年纪，30几岁了，然后小女儿呢是当时候是21岁嘛，所以他们申请的时候呢，妈妈是没有办法去担保她2个女儿咯，一定要个别申请。所以就是妈妈一个申请，然后2个女儿都是个别申请的。然后呢，这个小的女儿呢，因为她才21岁，她没有办法提供10年的 working experience。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 appeal， 就说因为这个妈妈呢，她在全球各地都有房产的。所以他是需要带着他的女儿陪他去世界各地去看房子的，去 manage 他们的房产的，所以当时候他在这边也买了3套房嘛，好有钱哦呀，香港人，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 appeal 就说希望这个女儿也能够通过申请，因为她是必须要跟着她的母亲是世界各地跑的，所以她的女儿也需要过来这边，长期过来这边帮她去照看她的房产这样子，所以后来她的批准也批了。OK，就是还是讲人情的，比较人性化一点吧。对，不会说完全给你一竿子打死，还是让你有一些希望的。有些希望，有希望的。对，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他的经济基础啦。对，所以如果他的经济基础是能够真的是很强，比较强大的，当然是可以商量咯。这些都是正常的管道去做的啦。我们都是需要去真实的去做 appeal。那其实这个第二家园的政策的话，我觉得它含金量很高，等于说虽然不是绿卡但是如果能够一直续下去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绿卡，只要是政府没有换届的话。对。那换了届之后就不好说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做到任何担保当然我们是希望，如果因为这个政策呢，对于沙巴来讲是一个很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嘛，所以当然如果就算是换了政府之后呢，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这个政策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如果是政府做得很好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现在的政府能够继续做下去嘛。对，所以就算是换了政府，然后这个政策如果跑得很好的话，进行得很好的话，那当然新的政府也不应该把它停掉。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是5年加5年，你能够再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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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就是等于说是一张绿卡了。只要你不要犯事，然后你对沙巴有做贡献，是。对，还有一样就是可以做生意，可以开公司，可以，对，可以请人去帮你运营打工。是。那你自己的话，就是可以收 dividend 或者是 investment 的这个税方面的话，你们有？这个的话 ，Jenny 也是在找税务的。对 ，OK， 找税务。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税务师，在马来西亚 dividend 是不用给税的对，我好像也是有听到 Jenny 有这样子讲，不用给税的investment income 也不用给税的是对，因为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精通国际的会计师
去做这个咨询。但是如果是说他在沙巴这边是有收入，比如说他是 Airbnb，然后有收入的话，还是要报税。听说是要报税的。对，我记得好像我们当时咨询的时候也是说，你最好开一个公司，然后用公司去运营，因为外籍人好像是在这边，如果你有任何收入的话，就按照30%的税率去打税嘛。那如果是开公司的话，就按照本地的税率，本地公司的税率，那就好像差不多一半而已。0到15万以内是15%，就比你外籍人的身份直接去做生意可能要更加划算。对，所以这个就是到时候我们也要去问一下专业的税务师。对对对。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已经做了一个 AI 的小蜜哈，你就可以去问这个小蜜，看看你所需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后台呢会有监控的，就是你问了什么问题我都能看到，我们再把问题发给沙巴的代表。未来。对，还有就是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啊。